各位，你有没有遇过这种场景？大家在分饼干、分红包、分烤肉、分土地。如果你很有福气，分一分，突然有人举手说：“那我的呢？”全场尴尬到能听见冷气的声音。今天约书亚记21章就是这种超其尴尬时刻的神级示范。12支派都分好土地了，结果利未人站出来说：“我们呢？”这种场景如果发生在赖群组，后面一定会有人回：“我以为你不要，你不是全职服侍吗？土地不属灵啦，分给你会俗气啦。”不，利未人不是俗气，是他们真的没地。而今天就是他们集体出面抗议的时刻。开头第1节就精彩，利未人都来见祭司以利亚撒、嫩的儿子约书亚。注意哦，这不是一般民众找议员，是整个利未家族最高层族长领队上场，就像某大企业全体法务、财务、行销、客服一次站在 CEO 前面说：“我们有话要说。”你想想那气势，约书亚一定心里想：完了，他们是不是觉得分地不公平啊？是不是不满情绪爆表啊？还是要示威游行？结果利未人说了一句完全合法、完全有圣经根据的话：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。拿上帝出来当证人了。这是对话的核弹级开场，等于说我们不是来讨地，是来提醒你们，上帝早就答应了，你们还没做。约书亚只能点头。OK， 懂了，立刻办。你可能会问，12支派都分地了，为什么利未没有？答案很简单，上帝说他们不用土地，他们的产业就是上帝自己。民数记18章20节。哇塞，这句话听起来很属灵，但分成现代语就是：你的薪水不是土地，而是我负责养你。利未人负责圣殿、献祭、敬拜、受律法，他们的工作地点就是神的帐幕。所以土不土、地不地的根本不在他们的职务内容里。可是没有农地，没有牧场，没有自己的城市，那要住哪里？吃什么？养牛养羊要去哪里放？于是上帝早就规划了，给他们每个支派借一些城，让他们可以住跟放牧。这就是21章的大戏，全国要一起供应利未人。这制度如果放到今天，就是每个城市都要编预算盖一些地方给全职牧者住。想想看，多少教会会哭着按赞。接下来说，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的话，把自己的城给利未人。听起来很简单，但以色列人做这件事的心情一定是：我刚拿到的地耶，真的要分？不能先装没看到吗？不行，因为上帝说一定要给。于是第一个被点到的支派是犹大和西缅。哇，这2个支派地最多、最强、最肥沃，也意味着最能给就先给。这有点像总统说：我要征用几栋房子给义工队住，台北市你先来，全国输出最贵的地方先出。但这也反映上帝的公平，资源多的人承担多一点。利未人4个家族其中之一哥辖族就分到这些城。经文说，祭司亚伦的子孙从犹大、西缅、便雅悯得13座城。13座看起来超爽的啊！你可能会以为，哇哦，大祭司很爽一出手就是13座城。但是这些不是他们的私人财产，这些城只是他们可以住，他们可以用，不是他们可以卖，不是他们可以变豪宅，不
不是他们可以用来炒房的资产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得到的是住宿权，不是土地所有权。这制度很妙，让利未人不会变成地产大亨，却能安稳生活，专心服侍，真的太神设计了。这一段看似在讲利未人要住哪里，但其实全章的核心是上帝没有忘记任何一个人，做上帝的工，上帝负责养，全国一起支持属灵的服事，不是可有可无，而是上帝的命令。利未人站出来，不是为了特权，而是为了履行他们的使命。上帝则透过全国一起分配，来告诉所有人，属灵的服事是每个支派的事。今天我们读这章，其实是在看上帝怎么照顾他家中的工人。